朋友们，你知道吗？在门诊里，我最常看到的一个误会就是，很多人以为想控制血糖，就一定要把白饭、面包全部戒掉，甚至有些人做得更极端，直接变成只吃沙拉、鸡胸肉，觉得这样最安全。但问题是，有一位55岁的长辈，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发展的。他几个月前发现血糖偏高，为了健康，他真的很努力把白饭、面包全部戒掉，每天只吃生菜、沙拉加水煮鸡胸肉。结果呢，他每天饿到头昏眼花，心情越来越差。更惨的是，血糖一亮还忽高忽低，完全没有改善。直到有一天，我看着他那张生无可恋的脸，忍不住跟他说了一句话：从明天开始，你可以把白饭和面包吃回来了。他当场吓了一跳，以为我是不是放弃他了。但更意外的情形发生了，1个月后，他不但照常吃淀粉，饭后血糖还变得非常稳定，几乎是一条漂亮的直线。如果你也曾经被告知想控制血糖就一定要戒掉淀粉，或是你正在为了健康痛苦地拒绝白饭，那今天的分享可能会完全颠覆你的想法。我会带你破解6个有科学证据支持的稳定血糖吃法。看完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原来你不是不能吃淀粉，而是以前吃错方法了。而这个小小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你未来10年的血管跟肾脏健康。我们先来解密，为什么那位长辈可以安心地把饭吃回来。第一个秘密武器很简单，就是抗性淀粉。这是一种让血糖上升变慢的特殊淀粉。我们平常吃的热腾腾的白饭或面包，里面的淀粉一进到身体，很快就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血糖就会直线上升。这种反复的血糖飙高久了，会让胰岛素阻抗变得更严重，胰脏也会变得更累，甚至到最后还可能影响肾功能。但如果你对这些淀粉动一点点小的物理手脚，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招叫做冷却再加热。研究发现，当你把煮熟的米饭或马铃薯放在冰箱冷藏大约4度，放个24小时之后，里面的淀粉结构会重新排列结晶化，变成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东西。这种抗性淀粉很有趣，你的小肠其实不太会消化它，所以它不会立刻变成葡萄糖冲进血液里，它反而一路通关到大肠，变成肠道好菌的食物。这些好菌在发酵之后会产生一种叫丁酸的短链脂肪酸，对身体非常有帮助，它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度，也有助于降低发炎。而且临床研究也证实，吃这种冷却再加热的米饭可以明显降低餐后血糖跟胰岛素的上升幅度。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在带便当，其实你每天都已经默默在享受抗性淀粉的好处了。那如果你是在家吃饭，也可以试着把饭先冰过再加热，虽然口感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确实能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接着我们来看看第2个秘诀。很多年轻人早上赶时间，随便烤2片白吐司就出门，结果大概到了10点半就开始在办公室或教室里昏昏欲睡，还饿得很不舒服。问题在哪里呢？其实就出在他们单独吃淀粉。什么叫单独吃淀粉？很简单，就是你只吃淀粉，完全没有配其他任何东西。但只要你帮碳水化合物找一个神队友，整个血糖反应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别。有一个统整了154项研究的大型分析发现，只要在吃碳水的同时加入蛋白质，健康成年人的血糖波动可以明显下降，甚至最高可以降低到 50%。 另外加一点脂肪也很有帮助，因为油脂会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就像帮血糖踩了一个刹车。所以你想想看，一碗卤肉饭配上豆干、卤蛋跟烫青菜，绝对比你单吃一碗阳春面血糖来得更稳更安全。所以下次吃淀粉时，记得帮他找个好队友，配点肉蛋或者一些好的油脂，血糖真的会差很多。第3个秘诀，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重点，那就是吃饭的顺序。想象一下，你今天吃一个排骨便当，有白饭，有排骨，有蔬菜。如果你一打开便当，因为太饿，先把白饭快速扒光，最后才吃肉跟菜，我可以跟你说，吃完之后血糖几乎一定是往上暴冲。但如果你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吃蔬菜和排骨，最后才吃白饭，食物完全一样，但你的血糖反应会变成一条相对平稳漂亮的曲线。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因为当你先吃菜跟肉的时候，胃排空的速度会被拖慢，后面吃进去的碳水进入肠道，被吸收成葡萄糖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这不只是理论，临床研究发现，先吃蔬菜与蛋白质，把淀粉留到最后吃，和混合进食的人相比，可以让血糖上升幅度减少大约 40%， 连胰岛素分泌需求也降低了约 31%。 另外再补充一个好用的小技巧，在餐点里面加一点酸，像是醋、柠檬或者一些发酵食物，特别是醋，它不仅可以减慢淀粉被分解的速度，还会在肝脏层面帮忙抑制血糖上升。
所以下次你吃面的时候可以加一点乌醋，这其实不是习惯问题，是有科学根据的。好，现在大家应该都吃饱了，对吧？先听我一句劝，这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躺到沙发上滑手机，给我10分钟就好。很多人吃饱之后会进入一种食物昏迷的状态，下午开始频频点头，精神涣散。其实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饭后只要马上出去走个10分钟，就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而且不用做到满头大汗，不需要跑步，就算在家里洗个碗、擦个桌子或者走楼梯活动一下，其实都很有帮助。那为什么饭后动一动效果这么好呢？关键在于你的小腿有一块叫比目鱼肌的肌肉，从膝盖下方一路延伸到脚跟，它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代谢发电厂。比目鱼肌主要由慢肌纤维组成，意思就是说它可以长时间运作，而且不太容易疲劳。当你饭后开始走动时，比目鱼肌就像一块很大的海绵，会快速把血液中多余的葡萄糖吸收过去，当做燃料消耗掉。换句话说，你把这些多余的糖先用掉，它自然就没有机会在血管里面乱跑，造成伤害，自然也就比较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说完了这么多技巧，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你吃的到底是哪一种淀粉？重点从来不是淀粉本身，而是选择。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火炉，有些食物像是白吐司、洋芋片，还有各种精致的糕点，这些已经被磨得很细，加工过的淀粉就像丢进火炉里的木屑，火一点下去，瞬间烧得很猛烈，血糖一下子就会冲得很高，但问题是它也掉得很快。接着你就会觉得又累又饿，又想再吃东西。但如果你吃的是糙米、燕麦、豆类这一类富含纤维的原型食物，它们就比较像大木材，在火炉里燃烧的速度会比较慢，也比较稳定，不会一下爆冲，一下熄火，而是让血糖维持在稳定平稳的小波浪状态。所以结论很简单，淀粉不是不能吃，而是尽量选择大木材，也就是原型食物，少吃一点精致加工的木屑。最后一个关键点，也是现代人最常忽略但影响很大的一个习惯，吃宵夜。其实我们身体是有生理时钟的，到了晚上，大脑会开始分泌褪黑激素，帮助我们准备进入睡眠状态。但褪黑激素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抑制胰岛素的分泌。换句话说，晚上胰岛素本来就比较少，这时候如果你还吃宵夜，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会变成没人处理的状态，自然很容易维持在高档，血糖也就不容易降下来。而且大量研究也已经证实，进食时间越接近睡前，血糖的反应会越差。所以原则很简单，晚餐能够早就早一点吃，一天最后一餐尽量在睡前至少3小时前完成，让身体有时间好好把代谢处理好，也让生理时钟回到该有的节奏。好，最后我们来快速帮大脑整理一下今天的无痛吃淀粉行动清单。第一，先冰再吃，我们把饭先冷藏再加热，可以增加抗性淀粉。第二，不要单吃淀粉，一定要搭配蛋白质或蔬菜一起食用。第三，顺序要对，先吃菜和肉，最后才吃饭。第四，饭后动一动，吃饱饭后走10分钟，帮助血糖稳定。第五，选对淀粉，选择高纤维原型食物，少吃精致加工点心。第六，睡前不吃，睡前3小时尽量避免进食。你会发现，其实科学告诉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健康不一定要过得很辛苦，也不需要把自己变成苦行僧，只要掌握这6个原则，你一样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很满足。记住一个核心观念，血糖稳定了，血管比较不容易发炎，肾脏的负担自然也会跟着下降。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或者你身边有那种为了血糖不敢吃饭，每天都很焦虑的朋友，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也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另外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我们下次见。